比特币暴跌过后，下一个交易机会要如何把握呢？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从日线开始看，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在暴跌的这根 K 线过后呢，其实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暴跌的当下，我们其实插出了非常长的下影线。这个下影线我们就抓它反弹的这一部分，它的最低点呢，当然我们看的是现货的价格，期货呢比这个还要再低$1000。如果我们根据现货的价格呢，它的最低点呢是差到了25200左右。那么我们收盘的价位我们再来确认一下是收在了26600多。所以这一来一回呢，就有$1400的差距也就是反弹呢，就反弹了$1400。$1400就期货来说呢，也是一段非常大的利润那么其实我们这一段的上涨它其实并不是由真正的购买、真正的需求所形成的。我们这段的上涨呢，它仅仅只是期货空头平仓所形成的反弹。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后续呢，接下来的下跌它一样把原本的没有补齐的部分呢，就慢慢给填补完成了。那其实我们在下跌之后呢，我们也有谈到，我们在接下来的几天非常非常有机会 K 线实体部分呢会回来，把我们之前在针尖所打出来的位置，也就是大概在$25000上下呢，回来给踩实。那走势呢，大概会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会在震荡之后呢，然后回来把我们之前针尖所创出来的低点呢给踩实。那中间有没有可能产生反弹？有可能，不过它会非常非常难回到$28800的上方，因为我们上方呢，它就是主要的卖货的区间那其实我们可以稍微复盘一下我们在过去的几次，像我们面临这种级别的下跌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都有出现这种因为空头平仓所导致的这种上涨。像可以看到我们在过去呢这个位置，我们又产生一模一样的情况，它又产生反弹，不过这个反弹呢，它完全不影响，或者说不威胁整波的下跌走势。还有像我们在前面这种地方，这种下跌呢，它也是不影响原本的下跌走势这种反弹呢，也是不影响下跌走势的，因为它就只是空头的平仓而已。那为什么空头会引来这么大一波的平仓呢？空头平仓就是凭空买入嘛，那买入这笔力量呢，它就是凭空造成的，而不是真正的需求。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选择平仓呢？因为我们下跌的这根 K 线它下跌的非常快，甚至我们跌幅最大的时候呢，它就是用5分钟就完成了跌幅。那么这一群做空的人他就会大幅的盈利。当大幅盈利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想着要去平仓了。那这笔力量呢，就会造成这波上涨。那么我们可以来稍微辨别一下，其实我们当时在这种地方所形成的上涨，它就是由真正的需求所堆积而成的。所以我们后面呢，你可以发现它的反弹它的上涨幅度就比较大了。那这种真正由需求所形成的上涨呢，它一定是有很大的量的，这个是它最明显的表现如果说没有的话呢，那我们就很难做这种推断。还有像后面这根 K 线我认为它还是很经典的，真正是需求的 K 线。那么你可以看到后面它随后呢引起了一波，也是值得我们关心的上涨。那如果说错过行情的话怎么办呢？像比如说我就是错过行情那其实错过行情虽然说你可能会看到别人赚钱，但是呢，其实我认为交易最重要的是不亏钱，因为只要不亏钱永远都有机会的。虽然说这么大级别的机会呢，真的是不多，甚至一年都没有几次，一年都是用10根手指头，甚至5根手指头就可以数得出来的。但是只要我们还留有本金，我们还保有实力的话呢，还有资金，我们就绝对有机会可以抓住。但如果说亏钱亏出去了，那真正机会到来的时候，或者说时机成熟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掌握不住了。所以其实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控制好风险，只要还有本金呢，就绝对还有机会。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如果说我们还要再掌握的话呢，我会认为如果我们有一个反弹的机会的话呢，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做空的时机点其实最好的空单呢，并不是在它下跌的第一波的时候，一定是在它反弹的时候，创出次高的时候呢。那
创出次高的点啊，就是最好的做空的时机，或者说是最好的，有些人可能是现货没有逃顶，最好的逃顶的时机呢，其实是创造出次高点的时候。这在我们过去的几轮行情呢，都可以得到印证。比如说呢，像我们在前面这个位置的时候，第一波的下跌呢，它其实也是比较难抓住的。像我们在前面第一波的这种下跌，但是呢，我们在随后开启了这个反弹，我们就有机会掌握住，或者说，我们在周线上呢，第一波的这种暴跌啊，或许在期货上没有那么好，没有到非常有机会可以抓住，但是我们在反弹过后的第二波的下跌呢，它反弹的时候呢，就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入场的机会了。那我认为我们现在呢，其实也不例外。我认为我们现在呢，它才刚下跌嘛，而且我们还没有出现需求，也还没有出现反弹。那如果说要做空的话呢，其实就是空到我们原本的针尖的位置。那么这个仓位呢，一定要下的非常非常小，因为我们现在的价位已经不好了，入场价已经不好了。那如果说要等好一点的价位呢，我们真的就必须等它一个比较好的反弹，我们才有机会做进去的。那目前行情走成这样呢，肯定是不考虑任何形式的做多抢反弹了。好，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